你为何总盯着他？师妹，师兄，有心事。看起来霍宗耀的案子确实和叶莎无关。目前看来，确实如此。即便霍将军是他杀，但目前的嫌犯里，霍夫人也好，弟子也罢，哪怕是那个霍代荣，杀人动机都局限在霍府宅院之中，既关联不到海牙，也看不到和叶莎的牵连。所以我才担心。你担心白忙活一场，就算我们破了此案，也与我的清白无异。案情复杂，可你的身体……我理解你的顾虑。难解，就不必再多言。燃尽半生热烈，不问明天。但你首先是神不赢的捕快啊！即便霍将军之死只是个巧合，即便这个案子真的只是家族宅斗所致，也与叶莎没有任何关联。可他毕竟是一条人命啊！作为神不赢的捕快，我们不该分神私利其他，不能让自己的私心大于公义。我时常想起师父3年前对我的训斥，说我的心里对生死没有敬畏，我不以为然。文明，你太骄傲，甚至是自负。叶莎比你之前遇到的所有对手更加可怕，她善用人心，而你那颗骄傲躁动的心，就是你最大的弱点。一旦被她利用牵制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等我明白的时候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当捕快了。师妹，你还记得师父过去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吗？克己奉公。克己奉公，至公无私。我天光何惧赴万劫。大哥，你醒了？你这是做了一夜啊？我总感觉哪里被我疏漏了。刚刚在梦里，我好像想起，这一下给我打断了。都怪我，你要不再睡会儿，看看能不能续上。傅运卓，傅运卓，傅运卓，走，去义庄，走走走。去哪儿啊？我想起哪里不对劲了。你说昨天夜里的验尸结果有问题？早已我思来想去，发现的掐痕很奇怪。掐痕有什么奇怪的？等会儿见到霍宗耀尸体，你就知道了。霍将军脖颈上的掐痕，虽被脂粉所掩盖，但如今天气炎热，那些脂粉用不了几个时辰便会脱落。若不及时补上的话，很容易就会被旁人发现。霍将军从死亡到验尸，霍府上下一直看守将军遗体，却无一人发现端倪，这本身就不正常。而在灵堂之上给尸体补妆，恐怕只有一种可能：那些脂粉是你们自己涂上的。怎么样？你分析的对，是我当时疏忽了。按照大齐律法，对凶案知情不报或包庇凶手，当同罪论。到时候霍府上下可就有大麻烦了呀。李公子，若你现在说出真相，对你对霍府都还为时不晚。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了，那李某也就没有必要继续隐瞒了。你们说的没错，师傅被掐死的事，我们知情，不止知情，就连凶手行凶时，我、薛师兄、霍夫人、霍小姐，我们都在场亲眼目睹，就连凶手的模样，我们也看得一清二楚。霍将军或许是自己把自己掐死的。等等，干嘛？现在还不能抛尸。吓我一跳！怎么了？霍将军如果真的是自己掐死自己，霍夫人一定知情，否则他不会掩盖脖子上的掐痕。诸葛孔明如此精明，他们藏不住的。他到时候一定会来这里验尸求证。
诸葛孔云，他这种这么厉害？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那怎么办？按我说的做。大哥，这样真的安全吗？诸葛孔云被风行卓给拖住了，我还有时间。要不我还是陪你一块儿去吧，这样出了事儿，我们可以一块儿逃出京城。你倒是思虑周全啊！那是，我现在可是胳膊上长白毛，老手了。我可以带你去。那我问你啊，我现在呢用了你的身份查案，那你用谁的？蒋一不行，蒋一有点老，方莹又有点丑。想清楚前先看家啊。那方天正行吧？我觉得方天正还可以。诸葛公子，你还是去外面透透气吧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不要。诸葛公子如此尽心尽责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要不这样，我的箱子里有一瓶药，你可以缓解一下。这个吗？不是，是那长条的。这个，对，就是那瓶。这什么东西啊？此丹名为绝味丹，人服下之后的1个时辰之内，可以暂时封闭味觉跟嗅觉，闻不到任何气味，诸葛公子也能舒服些。此丹是我研制的独门丹药，一般人我可舍不得拿出来。最近呢，我研制出了一款新型的丹药，能够滋阴补肾。公子，这不会像上次的五血丹一样吧？上次那是意外，是误会。现在咱俩是一条船上的，我能对你有半句假话吗？李大哥已经遣人告知过钟捕快要来，姨娘身子不好，正在里面歇息，特意让小女在此等候。齐音，你先下去吧，我来。是。钟捕快有什么问题尽管问，小女必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劳霍小姐了。这位是神不阴捕快童双。童捕快，请喝茶。你为何总盯着他？说来还真是有缘分。童捕快的容貌萧似小女的一位故人知己。那倒是巧了。不知霍小姐的这位故人知己现在何处？他出门远游，至今未归。我们也已经多时未见了。童捕快，霍小姐，童捕快方才不是和钟捕快在一起吗？怎么如今又单独行动了？我有要事要赶回神捕营。霍小姐追到此处，是有事要问。思来想去，眼前之人怕不是童捕快，而是小女方才所说的那位故人。霍小姐，你我并未见过，你肯定认错人了。小女无甚才学，也不精通武艺，但对乔装打扮却略懂一二。更何况，你这双眼睛，小女实在是熟悉不过。所以，霍小姐，你认错人了。久违了，萧北冥。我们见过。说来还真有些不好意思，小女先前对萧神捕甚是仰慕，你破获的案子我也是如数家珍，我还曾数次偷偷去神捕营门口看过你。既然霍小姐识破我的身份，就不怕我杀人灭口？我不相信你是夜叉。何出此言？因为钟雪曼一直在你身边。真有你们的，这都想得出来。哎，还是萧大哥厉害，步步想到了诸葛孔云前面，闪了。来了。
诸葛公子，怎么了？哎呦，诸葛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此丹名为绝味丹，人服下之后的1个时辰之内，可以暂时封闭味觉跟嗅觉，闻不到任何气味。诸葛公子也能舒服些。这不会像上次的五血丹一样吧？此丹是我研制的独门丹药，一般人我可舍不得拿出来。是你干的？我？怎么就是我干的了？那个丹药？嗨，你瞧我这记性，我当时忘了告诉你了。那个绝味丹确实是能封住你的味觉和嗅觉，但是有些人也会有些别的症状啊？什么症状？下泻不止。不是，你怎么能给诸葛公子吃这种东西呢？我也不想给他，是他自己受不了剖尸的味道，我才给他吃的嘛。不过就是剖尸嘛，大家都是捕快。是啊，这个都忍受不了。对呀，还要吃药。你们没事儿，诸葛公子，你那个卸干净就好了。哎，等你明日干净了，我们再聊案情啊。若论这天下最恨你、最想杀你之人，非他莫属。可他却一直陪着你，跟你一起冒险，就说明你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。既然他可以，我为何不能？霍小姐果真聪明。能得到萧神捕如此夸奖，小女荣幸之至。不过，小女有一事尚且不明，还望萧神捕可以如实告知。请讲。你如今是戴罪之身，为何会对我父亲的案子如此上心，甚至甘愿冒性命之险来探查霍府？这其中一定有蹊跷。难不成我父亲的案子和风波湖有关？没错，我们查的霍将军与我们的线索有关，但我们刚来霍府，霍将军就离奇死亡，这太巧了，难免让人生疑。可我父亲是自己把自己掐死的呀。你自己也说过，眼见不一定为实。李大人，有人来了。现在前面有人看守，后面有诸葛孔云。我有办法，你跟我来。霍家那对母女不简单，尤其是那个霍小姐，说话藏头掖尾的。有吗？我觉得还好吧。我发现你总是替那个霍小姐说话。没有吧？萧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按理说他比我们早出来，应该回来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被诸葛孔云发现了。公子，可好些了？不碍事了。诸葛公子，先回去休息，如有需要，在下随时奉陪。吴伯，怎么这个点来收拾了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快走吧。你怎么装扮成这副样子？霍代荣帮我打扮的，为了躲避诸葛孔云的查看。霍代荣，他识破了我的身份。啊？他认出了你，还帮你逃脱。你们还真是故人知己是吧？我之前真没见过他，我发誓我真的没见过。哎，那萧大哥，那他为什么帮你啊？他让我帮他查清他父亲死亡的真相。他的话不足为信。没错，霍府水深，霍代荣极为聪慧，令人难以捉摸。只不过目前看来，他应该并无害我之心，而且他还跟我透露他父亲死亡的一些线索。什么线索？既然霍小姐也觉得霍将军之死有蹊跷，以霍小姐之聪明，心里不会没有怀疑之人。霍夫人。霍夫人。没错，家父虽然脾气暴躁，可从未出手伤人。但半年前，家父突然变得古怪，渐渐暴虐成性，稍有不快便会出手伤人。
我姨娘的病，我姨娘若说是伤心过度，还不如说是被家父折磨出来的。那你为何会怀疑霍夫人？我询问过医师，人若是神志清明，断不会对自己人下如此狠手，所以我怀疑家父是被人下了毒。家父平日的吃穿用度，包括用药，都是霍夫人在管，他的嫌疑最大。但我也只是怀疑，我没有证据，所以想调查清楚。霍代荣说，霍夫人是霍将军5年前续弦娶的，入府时16岁。那原配夫人呢？原配夫人5年前便去世了，也没有留下子女。那天我观察霍夫人，她行事轻佻，不似大家闺秀。霍德荣还说，霍夫人的父兄经营着兵器作坊，霍夫人嫁过来之后，那作坊变成了军中指定合作之处。哼，拿自己亲生女儿的幸福换取家门富贵，还真是一笔划算的交易啊！背后是否有交易，霍小姐也不清楚，只是说霍夫人嫁过来之后并不开心，整日郁郁寡欢，闭门不出，也不与人交谈。直到3年前，她才好转，脸上多了一点笑容。3年前，霍代荣对霍夫人怨念颇深，也不能只听她的一面之词。这霍夫人，我们还是得想办法见上一见。这个霍小姐深不可测，你还是不要再在霍府出现了。如果真的是霍夫人的话，霍将军的死，那就和叶煞这个无关喽。霍将军死在我们这个查案的当口，也许真的是巧合。不管怎么样，查清楚再说。